大家好，欢迎来到工厂悠悠班的时间。大家敲完的啊 ，ISO 是什么？好，阿纪今天呢就用简单的时间，快速的说一下 ISO 是什么。那它在我们企业里面有什么功用？首先呢，跟大家说明一下 ，ISO 呢它是一个评保的一个制度。路上你可能看到某某公司的那个看板就写着本公司通过 ISO 9001或者 ISO 的认证。那 ISO 系列家族它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很流行很夯的什么14064之1啊之7啊，或者是15000啊这种，或者是什么2700，它各自有不同的。那一般在我们企业里面的基础款就是 ISO 是9001这是我们的企业的基础款。那它当然是这是国际认证的，然后就是说你如果通过这个认证，表示国际的那个应该讲说 buyer 也会认同说你们公司是有经过这个品质制度的合格的。那它是经过第三方帮你认证。那跟大家讲一下 ISO 是什么，它的架构上面是这么写的ISO 的关键点叫缩写作。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一致。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问你说你们家的某某东西是怎么管的，你都会说出，你会跟我回答，这个叫说。那写呢，就是你有把它文件化吗？再来是你做的是真的是你说的这个样子吗？好，那所谓的说是我问你答嘛，只是简单就是询问的意思。写呢就很重要了，写那表示要有文件化。好，既然讲到文件化，我们就来解释一下，那 ISO 有哪些文件呢？好的，我们在 ISO 里面很重要的叫做写是要文件化。文件化在我们的 ISO 里面共有4阶的，总共有4种文件。第一个叫一阶文件叫品质手册，2阶文件叫程序书，也有人叫做管理办法，这2个都是一样的意思那3阶呢，讲的就是叫做作业标准书，第4阶叫做表单。好，总共有这4阶，那它各有它的文件规范的写法。那最重要的就是品质手册里面，我们在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1阶的品质手册里面会表述它，我是依据什么样的办法依据什么样的叫做规范制度去制作现在开始往下的事情。那里面会写清楚的就是公司的组织图，还有职务职掌。当然更上面它还有品质理念啊、经营理念，然后品质理念跟这些都是我们在1阶文件里面要表述的，就是公司之所以为什么存在，我想解决什么问题。有人可能从目标、愿景、使命开始写，那至少会写到说我的品质政策、我的经营理念，这个都是会涵盖在这里面的。所谓经营理念，很多会讲说什么品质第一然后客户第一然后或者是什么我们叫诚信啊、创新啊，我们以创新为我的经营理念。然后品质政策就是比如说快很准的又快又是很人和的，或者是我的品质要求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是在讲我的经营理念跟品质政策。那这个品质政策跟经营理念当然是透过组织去完成，所以会有组织图跟职务职掌，这个都会放在1阶文件里面去表述，就是开头这个故事。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2阶文件，在讲就是程序书或者是叫管理办法。里面呢比较多就是在指一个任务要被执行的时候，它必须依照什么样的管制程序。假设例如说我们叫做那个订单管理办法好了。那我要怎么样接这个订单？那我的客户必须经过什么样子的？假设客户要经过筛选啊，或者是我们有客户的一些访谈资料啊，以及说那我的订单要经过谁的审核，我怎么样打订单？然后有没有价格权限、金额权限，或者是职能价格的部分都会把它写好在那个管理办法里面。它比较偏向条文，很像是说我们的交通管理办法有没有都是那个条文我们第几项第几条应该不能违反什么都会在写这些，所以它比较偏向是条文类的表述。那既然有条文，那3阶文件它又在做什么？还刚刚讲到，如果订单管理办法，我们依据那个客户传真来的那个或者 mail 来的资料，然后去登打我们的 ERP 的订单。然后再可能写上说金额权限怎么表，讲完这个是在条文内我已经写完这些，可是怎么样把那个订单打出来，怎么样执行 ERP 的订单的这个操作作业呢？这些事情就会放在作业标准书里面去说明它那这边的这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个Word 档啊，或者是某某档案，它就会写说步骤1我要执行什么程序，然后可能也会有人卡图啦
那按第几个点点啊，做什么事情啊？第二个步骤，我要怎样？第三个步骤，我要送给谁去做签核？这些细节的作业程序在这里。好，那条文类一条一条的说明会放在2阶，所以2阶跟3阶是这样子搭配着来使用看的。那也很有可能说，在一个文件条文一个管理办法里面，它可能对照出来的作业标准书是很多份的。例如说，光是在打订单怎么打就会有一个份嘛，就是 ERP 的订单怎么样执行这件事，然后送签，然后金额权限又一个金额权限核决表，这又是一个作业标准书的好几个哦，所以。不是说只有一个办法，只能核对一个作业标准书，不是这样子的哦。它可以依据事实你的呈现去呈现多一点。好，那第4个叫做表单，刚刚讲了哈，我们叫做订单管理办法。我已经在 ERP 按图说故事 ，one by one 一个 step by step 把它打完了一张订单之后呢，当然要印出来嘛哈，就会有那个讲说可能会有 printer 出来送给主管签核的这个行为。那就算他没有 printer 出来你们走电子签核，那总之。这一张订单就会出现一个叫做订单的样貌，它长这个样子哦，某某订单，然后客户是谁呀？他买了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底下的人是谁打单子的？我要送给谁签核？最后决定的人是谁？这样子的东西，最后这个单子才会再回传给，假设是需要给回传给客人的，就会回传给客人。或者说这个单子最后是要 pass 给下一关的，比如说要给生管采购去依据我的订单去执行下一个任务的，那这种东西就叫表单。好，那既然是表单，你看我这边有写到权限嘛，哈，就这是谁打的单子，然后呢谁审查谁核准，还接着就是下一关又要给谁，这个流程，所以表单跟流程跟作业办法这3个要一起看它。这样呢，我们的公司的条文，如果有一个新人来这边，当他的职能，他 interview 进来之后，他是我们的业助，那他就可以参考我的管理办法是这样写的，我的作业标准是请你按照这个步骤去执行它，印出来的表单或者是他要走到哪一关去，这样就会非常清楚的明白。所以呢，以此类推，我们的采购管理办法也是有这样的程序，生产管理办法、仓库、品管，通通会用这个方式去把它写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 ISO 的制度。那回来是说，应该讲它是制度，对不对？很多人会说，那公司没制度啊，没有什么什么制度，就是很多人会误以为说 ISO 只在讲品管，其实不止，它不是只在讲品管，它在讲是公司整个作业的管理。你看我刚刚讲从订单开始，订单是起点，怎么样买东西，怎么样制作，然后东西要怎么摆放，那品管要怎么验，那如果品管在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生不良品，它还要写不良品的管理办法。还有如果有异常的话，会启动异常单等等。那这其实是个对于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我们把它建立好之后呢，只要有人来到那个岗位上去，就按表操课。那为什么很多企业会觉得说，好像ISO没路用没有用？那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把它写完，只是拿来应付说，老师来集合的时候要用，而没有把它放在生活工作日常里面的执行的要项。比较可惜就是我们把实际上的作业流程跟我们的 ISO 的流程是给它分离的，那这就违背了一个原则。我刚刚讲说，说写做要一致啊，这个是要一致。那意思你看啊，这就是出现了，我们写的文件化写了很多，但是你不是按照这样做，所以就变成公司好像没有制度。但是它明明有，它其实有，所以我们不应该让这件事情给它脱离了哈。所以当人家来上班这个岗位的时候，到了这个岗位，我们在做职务的交接或者在入人员的教育训练的时候，不要只是用说的，好，我们把文件拿出来，然后教着他这样做，说写做一致的时候，他完成了这个教育培训之后，把他送到那个岗位上去，他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好。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人才上的培训跟留才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不过很可惜，就阿基的观察，我们的产业里面这个地方很少写。好，第3阶这个文件，大部分我都有看到，只写到什么3阶文件都是写什么某某机器的操作手册。为什么一定会有？因为你跟他买机器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机器操作手册。所以很多人在写 ISO 的时候，就忽略了这件事情，作业标准的细节，只知道说写完了2阶管理办法，然后就跳表单，所以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因为条文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一个新人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这就是很多的盲点盲区。那企业会觉得说，哎呀，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啊，因为当时呢导入 ISO 的时候，老师没有教。老师为什么没有教？是因为这个真的是每个客户长得不一样啊，每一家的流程也长得不一样，他也没有时间好好那个作业标准书随便写作业上百本呢。这件事情是我们企业自己要努力去做好这件事，而不是期待说，当时教你 ISO 的老师要帮你写完这件事。老师不是帮你写作业标准书的人，作业标准书就是一样的，我们去问我们的 user， 我们先问，你问他说，然后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留下来变成文件，因为我们是按照他做的，你问的时候是按照他做的写下来。理解缩写做一致，很重要的5字诀，缩写做一致，缩写做一致，不要让它分离了。好，这就是阿基非常用心良苦的跟大家在解释。还有一个很多朋友会很常问我的就是，那只能放这样子吗？其实不止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连我的那个我们公司30个人以上不是要有个工作规章吗？其实像工作规章里面就写很多了，出勤的事情，出勤请假，然后薪资计算还有什么很多。总之，我们在那个规章里面就是在工作规章里面，它本来就有很多规范，每一个规范你就把它拆解成一个工作那个管理办法。所以我说，出勤管理办法，请假管理办法奖惩管理办法，教育训练管理办法都有啊。你就把它拆解成每个管理办法每个管理办法里面就会对应到要做的作业标准书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个新进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教育训练管理办法就是他经过了教育训练，那教育训练完成要写心得你有没有一个表单叫做心得记录，让他去写呢？这个都要做好。所以不管是不要只是想说 ISO 只能够放 ISO 的品质这些资料，其实不止，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你把其他的工作规章放进去，比如说财务管理办法、内部稽核管理办法，全部把它写完整。这个真的就是公司很重要一个你的公司的6法全书呢，你公司的宪法就在这。好好的把它研究好做好，然后呢，也祈祝各位你们的生意越做越好如果还想要知道什么样子的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跟阿基说，我们再拍影片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